场大病烧了3天3夜，妾身以为您撑不过去了。那不是梦，那是大病中上天示警的记忆碎片。未来兄长被冤通敌，父勇战死，全家被抄，皆因继母王氏勾结外敌。既然让我看清人心，这一世沈家由我来守。去死吧！只要你这个嫡长女死了，侯府就是我母亲的天下，镇北将军也是我的。二妹妹，天凉水寒，这池水可让你清醒些了。快把二姑娘捞上来！母亲，是长姐大病一场变疯了，她生生将女儿推下水，求母亲做主啊！沈清燕，你大病初愈便敢残害亲妹，忤逆不孝！今日老身若不用家规治你，如何服众？来人，拉去院中当场杖责30。放肆！我看谁敢动我！怎么，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翠儿亲眼看见你推的人。翠儿，你说你亲眼看见，那我且问你，二妹妹落水时面朝何方？面朝池子，妾身看得清清楚楚。一派胡言！大家且看这假山小径，这里新长了厚厚一层青苔，若是我主动推人，必会留下我向前的脚印。可这小径上唯一的杂乱脚印，分明是二妹妹滑向池边的。二妹妹鞋底的青苔，鞋尖的擦痕，与那栏杆下的划痕完全吻合。若是我推的，他如何能在滑行中将鞋尖磨损成这样？分明是他自己意图不轨，急行欲推我，却作茧自缚。大姑娘饶命，是妾身看错了。母亲，大庸律滴明确，诬告嫡姐者，等同不信之罪。翠儿为主子作伪证，按律当送官府查办，而二妹妹不修德行，反咬一口，不知母亲作为当家主母，该当何罪？青烟啊，是母亲糊涂了。母亲近日为了料理这侯府上下100号人的衣食护居，实在是精力交瘁，这才一时失察，都是误会。既然母亲觉得长家如此辛劳，甚至到了连基本黑白都分不清的地步，那这侯府的中卫大权，便由青燕来替母亲分担吧。青燕，非是母亲不交权，这侯府账目繁杂，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连算盘都没摸过，如何看得懂？哦，既然如此，周大账房，你便将上个月底采买东炭与发放福聚银的账目念出来，我盲听便是。上月采买银丝木炭500担，每担5两，计2500两。大胆！死到临头还敢瞒报！西街最大的炭市，上月银丝炭最高不过每担1两2钱，你报5两，足足翻了3倍。还有抚恤银，上月有3户亲兵遗孀早已改嫁或回乡，根本无人可发。你多报3户，克够其余，这2项加起来，你们中饱私囊整整3000两白银。沈清言，你空口白牙，血口喷人！来人！老身看谁敢造次！好孩子，难为你大病刚愈，竟查得如此仔细。我沈家世代忠烈，王氏，你竟敢克扣边防将士的抚恤银子，传出去是要毁了我侯府的脊梁骨！来人，将账房彻查！即日起，侯府所有中卫产业全权交由大小姐青燕打理，王氏管教无方，贪墨无度，给老身闭门思过。绝对不能让那个贱丫头明天核对原始细账，账本上有我们和外人资金往来的证据。
大姑娘说的果然没错，真有见不得光的耗子来烧账本。不，我是路过的。侯府大小姐，我来疼你。哎呦！拿下，堵住嘴。既然母亲这么喜欢半夜给女儿房里塞男人，那便将这份大礼原封不动的送到二妹妹的暖阁里去。快！我听闻青燕院子里进了贼人，可千万别伤了大小姐的清别。大半夜的，休要胡言乱语！母亲，事关侯府声誉，儿媳不敢大意。秦香，你怎可做出这等？蓉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要问母亲了。李嬷嬷企图火烧账房，这泼皮潜入内院，意图不轨。若非祖宗庇佑，今日声名狼藉、死无对证的，便是我沈清燕。毒妇，你竟敢用这等下作手段残害侯府嫡女！来人，将这泼宾送交京兆尹法办，王氏处夺一切主母对牌，即刻押入家庙禁足，没有老身的命令，到死都不许出来。主子，咱们本是来暗查侯府克扣边防军饷一事，没想到竟看了这么一出好戏。这位沈家大小姐手段当真凌厉。沈兄磊落一生，竟有这样一个心思深沉的妹妹。她虽扳倒了继母，但这3000两军饷的窟窿，她若填不上，本帅一样要拿侯府试问。明日一早，备车，正式拜访镇国侯府。大姑娘，不好了！镇北将军顾彦慈突然带兵围了咱们府门。顾将军，那可是大少爷的生死之交，也是出了名的铁面阎罗，他来做什么？为了那3000两的抚恤剧军饷，躲不掉的。开中门，迎客。沈姑娘好手段，一夜之间平定内宅。但顾某今日来，不问家事，只问军务。沈兄在边关浴血，侯府却扣发阵亡将士3000两抚恤金。此事，你作为新任掌打人，当如何交代？贪没军饷者是我继母王氏，我已将他查办并移交罪证，但父债子偿。既然如今掌家大印在我手中，侯府的亏空，我沈清燕全权负责。3000两白银，不是你这内宅女子动动嘴皮子就能变出来的。你打算如何负责？王氏留下的铺子连年亏损，但我查过，南山庄子土地肥沃，只需顾将军宽限我1个月的时间，我不仅能补齐这3000两，还能打造出一条稳固的商路，日后源源不断的为边防输送粮草。好，本帅就给你1个月，1个月后若见不到银子，本帅亲自封了你这镇国侯府。大小姐，王府的娘家人昨夜带人砸了水局，还洒了盐水，这地废了。这可怎么办？地毁了，我们拿什么跟顾大军交差？以为这样就能断我的生路？传完我的话，立刻去城里，把所有懂水利和土壤改良的匠人都给我请来。盐碱地，我照样能让它生出金子。哎呦，大外甥女儿，这地都被盐水浇透了，彻底成了废地。救救我心善，这片庄子我出500两银子替你盘下来，也算帮你凑一点顾将军的军饷。500两，这南山庄子足有1000亩良田，你这是明抢。如何？我当是谁家放出来的狗在叫？王管事，大庸律威，强买强卖良田者，杖责50。这地里的盐水怎么来的？你我心知肚明。
你若再不滚，我就带着这捧土去京兆尹府击鼓鸣冤。走！乡亲们，地没废，我在此立誓，不仅要救活这片地，还要让大家的收成翻倍。第一步，开挖深沟，引南山山泉水倒灌，这叫深沟洗盐。第二步，去城里拉石葱草木灰来，中和土壤酸碱。第三步，把原来娇贵的稻麦全拔了，改种西域商队带来的前菜。前菜耐盐碱，而且能熬制比黄金还贵的白糖。主子，南山庄子传回消息，沈大小姐不仅没哭，反而带人挖沟洗地，还种了一种叫边菜的怪东西，说是能制糖。制糖，大庸的糖块由皇家专营，且杂质极多。他若真能制出好糖，3000两确实不在话下。但制糖周期长，远水解不了近渴。沈姑娘明日要在西街重开侯府的旧当铺，改名叫汇通钱庄，似乎想空手套白狼，有点意思。明日备上10万两银票，本帅要亲自去会会这位侯府嫡女，看她的钱庄吞不吞得下这尊大佛。镇国侯府穷得连军饷都发不出了，这钱庄绝对是想骗咱们的血汗钱，大家快把存的银子都取出来呀！大家别急，还得侯府百年清誉，岂会赖账？今日取钱者，本金如数奉还。但若愿意将钱存入我汇通钱庄的，我采用独家龙门账复式记账法，绝不差一文，且3个月内死期利息翻倍。别信他，他那2箱银子根本不够赔的。既然沈东家说来者不拒，顾某这里有10万两白银的官票，要在你这小小的钱庄全数兑成现银，不知沈东家对不对得起？顾将军，这哪里是来取钱的，分明是来入股的。哦，此话怎讲？要附一份早已准备好的羊皮契约，10万两现银，放眼整个上京，无人能半日凑齐。但顾将军手握军权，最缺的不是现银，而是能在各地流通的粮路藏草采购渠道。我钱庄可替将发行军需飞钱，将军将10万两作为压舱底金存入，3个月后我还将军15万两的粮草物资，你我利益绑定，不知将军可敢赌？好一个借力打力，本帅就压你赢。钱庄压不垮你，那不在你运送第一批物资的时候要了你的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弟兄们，把物资烧了，把车里那个小娘们给我剁了。大姑娘别怕，奴婢拼死护您突围。想要物资，打开看看。妈的，是空城计，真物资没走这条路。不管了，先把这死丫头杀了交差，放箭。本帅仓谷子的买卖，谁敢动？景风，一个不留！沈东家神机妙算，用假车队诱敌，却拿自己的命作饵，是不是太托大了？青爷，将军的暗卫绝不会让将军的10万两银子打水飘飘。救命之恩，多谢。主子，您看这兵器，大庸兵部特制的穿甲连弩，这些不是普通的劫匪。沈青燕，
你的继母王氏还出在勾结敌国细作，调卖军械。主子，这可是通敌的铁证，为何烧了？连弩出现在劫匪手中，说明兵部内部已被渗透。现在把证据交上去，只会打草惊蛇。幕后黑手绝不止一个王氏。将军在明，受朝堂掣肘；我在暗，有商路做眼。王氏一党敢贩卖军械，必然有庞大的资金流水。这笔账我替将军查。深陷其中，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沈大小姐不怕？覆巢之下无完卵，为了大庸，也为了沈家，这同盟，青燕结定了。大小姐神机妙算，用草木灰洗过的盐碱地，这甜菜竟然长得比以前的稻子还要粗壮。我还以为你种出了什么仙丹，原来是一堆红疤的。沈清燕，距离你和顾将军的军降之期只剩3天，你拿着破草根去交差吗？王管事，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可不是草根，这是能摧毁你王家100年基业的真金白银。大小姐，这汁水又苦又涩，真的能变成糖吗？白苏，加石灰水沉淀杂质，用纱布过滤3次，最后放入木炭粉脱色。天哪，大庸的饴糖都是黑黄色的，这糖竟然像冬日的初雪一样白。此物名为雪花糖，纯度极高，毫无苦涩。有了它，不仅3000两军饷不在话下，上京城的商局也要变天了。绝对不能让这丫头把糖卖出去！给我倒上火油，烧得干干净净！王管事，我等你很久了。沈清言，你敢动我的人，我是你舅舅！舅舅，大庸律规，禁火未遂者，杖责30，徒3年。金风大哥，劳烦将这2人送去京兆尹。至于王管事，留着你，是因为我要你亲眼看着你们王家引以为傲的糖业是如何在我手里灰飞烟灭的。赵会长，今年的南岳蔗糖，我们王家全包劳了，价格只涨2成，保准宫里的贵人们满意。风飒的曼珠沙华，不怒自威。杂质繁多、口感酸涩的劣等渣糖也敢送入宫中？赵会长，不如看看我的货。这天下竟有如此洁白纯净的糖！此乃我汇通商少独家研制的花糖，产量极大，价格只卖王家邹糖的1半。商路断了，宫里的贵人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要死，顾不上那么多了，立刻开启南山旧水坊地下的暗室，把那批兵器全部转手换现银。白苏，你看，这半个月来，王家的糖铺明明颗粒无收，但通过地下钱庄流入他们账户的黑钱，却高达30万两。这么多钱，他们卖什么能赚这么多？卖大庸的国运。这笔钱的交割地点全指向在南山庄子废弃的旧水坊。今夜，申城监主反护守，那里一定有大动作。沈东家这查账的本事，比大理寺卿还要厉害。将军谬赞，前面水车下方的石门有机关被磨损的痕迹，兵器库必然在地下暗河之中。果然在这里，这批军械足以装备一个轻骑营。不好，是重力机关！圣上，
你的手在抖，旧伤发作了。我撑不住太久，你踩着我的肩膀，去够上面的通气筒，能走一个是一个。我沈清燕的字典里没有抛弃同盟，要生一起生。物理常识，当可燃粉饰在密闭空间内达到一定浓度，遇明火会发生剧烈爆炸。顾燕慈，用你最后的一点内力护住我们的心脉，趴下！击头！好命硬的野鸳鸯，炸了我的地库又如何？今日你们插翅也难飞出这南山！放箭！镇北军何在？顾将军饶命！大姑娘饶命！我只是个跑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私自开采铁矿，伪造军用连弩，勾结外敌，此乃诛九族的大罪。你若不说出幕后主使，本帅现在就活剐了你。舅舅，大理寺的刑具可比死难熬多了。那些走私银票的抬头，可都是盖着镇国侯府季夫人的私印。我说，都是我妹妹，是侯府的王氏让我干的，她早就和敌国细作搭上了线。母亲他真的通敌叛国，他要害死父亲和大哥。大理寺奉旨办案，捉拿通敌叛国侵犯王室，闲杂人等退避。你们干什么？我是皇上亲封的诏命夫人沈清燕，你这个小贱人，竟敢勾结外人构陷嫡母！证据呢？没有证据，谁敢抓我？王管事已经将你们走私连弩的地下作坊全盘托出，汇通钱庄的账目更是铁证如山。那些账目全是伪造，连弩我根本没见过。至于密信，你们搜遍侯府也休想找到半张纸。证据在这里。民女沈清柔状告生母王氏为一己私利，勾结敌国，出卖边防军机。这是从他佛堂暗格中找出的来往密信，请大人明鉴。你疯了！我是你亲娘，你这吃里扒外的畜生！母亲，您教我争权夺利，可沈家是武将世家，父亲和大哥在前线拼命，您却在背后递刀子。女儿不想做遗臭万年的千古罪人。沈清燕，你以为你赢了吗？太迟了！我早已把镇国侯最致命的侧翼防线图交给了敌军。算算日子，边关现在应该已经是尸山血海了。沈家注定要断子绝孙。人证物证俱在，范父王氏贪墨军饷，走私军械，通敌叛国，数罪并罚，判剥夺诰命，秋后处斩，其同党皆流放3000里，预烧不丢。800里加急，边关告急，敌国10万大军突袭镇国侯侧翼，防线被破，侯爷与大公子被困孤城，粮草断绝。10万大军压境，兵部为何毫无察觉？
国库现在还能调出多少粮草驰援？陛下，连年天灾，国库的存粮连支援大军10日都不够啊！陛下已命我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即刻率军支援边关，但户部拿不出粮草，这一仗是死局。乌云亮入暗夜中的寒星。国库没有，我有。我名下的汇通钱庄已联合京城30家商号，10万担粮草，5万套冬衣，3日之内必定送达大军营地。顾燕慈，你去前线杀敌，这后方的辎重补给，我沈清燕替你扛。粮草分3路，王老板，你走水路运送大米；李掌柜，你走旱路押送药材。我亲自带队，将3万斤高浓度雪花糖和止血药送往前线。糖能快速补充将士体力，在极寒边疆，比粮食更重要。誓死追随大东家，保家卫国。张姐，母亲犯下的罪孽，万死难赎。我已经拜入回春堂门下，自愿前往边关做苦役医女，不治病救人，洗清罪孽，轻柔此生绝不回京。活着回来，沈家的门永远为你开着。等我回来，大雍边境太平之日，便是我10里红妆迎娶你之时。大元帅放心去打，只要我沈清燕还有一口气在，你的粮草绝不断供。出发！顾燕慈走了，只要烧了这批粮草，大雍必亡。主子，兄弟们已经2天没吃顿饱饭了，敌军死守外围，沈姑娘的粮草车队能冲破封锁线吗？他说过会送到，就一定会到。传令下去，再撑3个时辰，准备全军突围接应。大雍的女人，乖乖交出粮草，留你全尸。大姑娘，他们是冲着烧粮来的。想烧我的粮，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护卫听令，把前排装御寒烈酒的车推出来，砸碎！放箭！放火箭！把他们连人带粮一起烧死在谷底！是镇北军的黑甲铁骑，顾延慈怎么可能突围出来？撤！动我的人还想走？金风，封锁谷口，杀无赦！宛如扑火作风，从飞随雪滔天出。沈清燕，你有没有伤到哪里？我没事，你看，3万斤雪花糖和药材完好无损。顾燕慈，我把粮草给你送到了。命都没了，还有这些粮草何用？下次绝不许你再以身犯险。大
大元帅，将士们已经断粮3日，天寒地冻，许多重伤的兄弟撑不过今晚了。可是现在生火做饭根本来不及呀！谁说来不及？白苏，立刻命人烧开水。不需要煮饭，我要让所有将士立刻恢复体力。糖分是人体力竭时恢复最快的源泉，每人1大碗浓糖水，立刻喝下去。重伤失血的兄弟，在糖水里加1匙盐。神了！大元帅，这雪白的粉末简直是仙丹，兄弟们有劲儿了！大雍的将士们，身后是我们的父母妻儿，沈东家为我们送来了救命粮。今日随本帅杀退蛮贼，收复失地。杀！主子，在敌军主将的帅案下发现了这个兵部大印，敌军的粮草和工程器械，竟然是大雍兵部一路开绿灯放进来的。王氏不过是个宅门里的棋子，真正的卖国贼，此刻正端坐在朝堂之上。京城商会的资金已经回笼，这批粮草的本金保住了。等查清兵部内鬼，我这生意便算彻底立住了脚。等回京洗清了沈家的冤屈，我便向陛下请旨，将镇国侯的爵位正式传承于你。大雍第1位女侯爵，非你莫属。镇北元帅顾燕慈接旨。查镇国侯之女沈清燕，借运粮之名，行囤积居袭、走私资敌之实，其名下汇通钱庄涉及巨额黑钱，即刻查封。沈清燕所拿进京，交由3司会诊。顾燕燕御下不严，交出帅印，原地戴罪。沈大小姐，兵部查出你的钱庄和敌国商队有资金往来，跟本官走一趟吧。我顾燕慈的女人，我看谁敢动她一根头发。今日谁敢上前一步，本帅定要他血溅当场。顾燕慈，你敢抗旨谋反？元帅不可，你若动剑，便坐实了他们污蔑的谋反之罪，边关10万将士也将受你连累，这正中兵部的下怀。算你识相，来人，带走！慢着，钦差大人说我汇通钱庄走私资敌，敢问大人，可看过我的龙门账？我钱庄采用复式龙门账，每一笔资金的进与出皆有据可查。大军这3万斤雪花糖的原料，全是从皇家直属的南山庄子采买，由户部盖的印。大人说我走私，莫不是说户部尚书和皇家都在通敌？你休要狡辩，你的钱庄已被兵部查封是事实。查封我的钱庄，大人可知京城30家大商后全靠我汇通钱庄的资金周转。你今日封了我的门，明日京城的粮肆、布庄盐铺就会全线罢市，大雍经济崩盘，几10万百姓流离失所，这个诛九族的大罪，你一个区区兵部侍郎扛得起吗？他们有备而来，强压不是长久之计。兵部尚书是当朝国舅，手眼通天。正因为他手眼通天，所以我必须跟他回京。只有我身陷囹圄，他们才会放松警惕，露出狐狸尾巴。顾燕慈，我要你留在边关按兵不动，稳住兵权。京城的棋局交给我。不行！大理寺招玉九死一生，我绝不同意你去涉险。
沈大小姐，何必受这份皮肉之苦？只要你签了这份认罪书，将汇通钱庄和制糖的秘方全部无偿捐给兵部，本官保你一条活路。国舅爷好大的胃口，边关卖国走私军械赚得盆满钵满，如今又想吞我的商铺。我若签了，这卖国的罪名便彻底替你背死了吧。敬酒不吃吃罚酒，断他的水和饭，我看他能熬几天。每日送饭，石河底层的木板用炭笔画上线条，只要他们来逼供，必然会急着去查我的总账。这些老狐狸最喜欢把证据藏在灯下黑的地方。青燕，我来了。你擅离职守，这可是死罪。去他的死罪！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我要这兵马大元帅的头衔有何用？我已查到国舅藏匿通敌账本的地点，明日早朝，我带你当庭翻案。陛下，沈清燕通敌走私，证据确凿，不仅掏空国库，还扰乱边关军心。臣恳请陛下立刻将其问斩，以儆效尤。准奏。很有意义。真正通敌叛国者就在这朝堂之上。顾晏慈，你无诏回京，擅闯大殿，该当何罪？回京是为了呈送铁证。陛下，这是国舅爷在城外私庄地下挖出的走私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与敌国倒卖兵部连弩的每一笔资金流水，大印赫然在目。这里还有国舅与敌国主将签订的割地密约，他以出卖边防图为条件，换取敌国对他在大雍朝堂的扶持。乱臣贼子！来人，拔去他的顶戴花翎，打入天牢！慢慢。沈清燕，你筹措粮草，揭发叛党有功，朕封你为正一品诰命夫人，赏赐皇商金牌。顾晏慈，你力挽狂澜，朕要如何赏你？臣不要赏赐，臣愿以这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帅印，换陛下一道赐婚圣旨。臣顾晏慈，此生唯愿娶沈清燕为正妻，一生一世一双人，生生世世绝不纳妾。陛下，国舅虽已伏柩，但他此前掏空了太仓，如今将入冬，若要支撑顾元帅开春后的北伐，除了向天下百姓加派3成农税，别无他法呀！连年战乱，百姓本就食不果腹，再加3成赋税。那依元帅之见，这仗是不打了，任由外敌喘息不成？陛下，仗要打，但绝不能从穷苦百姓的口中夺食。民女有一计，名曰农商兴国。其一，由朝廷出面推广我南山庄子培育出的高产偏才与耐寒冬麦，化碱地为良田。其二，废除世家大族对盐铁和米粮的垄断，统一调控物价，不加赋税，不出3年，大雍国库必将充盈。好一个农商兴国！朕即刻下旨，任命你为户部特别总理，全权推行新政。陛下三思，自古没有女子干政，况且此举会彻底得罪江南8大世家呀！陛下，天下是陛下的天下，还是他8大世家的天下？谁敢阻拦新政，我沈清燕便先拿谁开刀。沈家那丫头竟敢动我们的命脉，取消免税特权，简直是痴人说梦！一个黄毛丫头也想颠覆100年的规矩，传令下去，京城所有粮铺、盐铺即刻关门。我要让京城3天之内无米下锅，看皇上是保他，还是保着京城的安稳。3天了，1粒米都买不到，这是要饿死我们啊！乡亲们莫慌，8大世家囤积居奇，意图逼迫朝廷。
我汇通钱庄已联合皇商，从南地水路调拨了50万斗平价粮，今日全面开仓。就算他有50万士，也撑不过10天。我们手里可是握着全天下70%的粮食。天下70%，本帅看是死罪70%。顾元帅，你竟敢私闯民宅！大庸律例，战时恶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者，按叛国罪论处。景峰，把这群国贼的粮仓全部查封，若欲反抗，就地正法。顾延慈手里有兵，沈清燕手里有粮，我们彻底输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家主想要助谁的命？沈清言明日要去城外亲自张良试验田，我要他死无全尸。因为是南山播种，绕播种科学机具，精心观。沈清燕，拿命来！时代变了，蠢货！找死！这群余孽，我明日就让他们9族歼灭！报！敌国倾举国之兵30万，强渡弱水河，前线告急！敌军这是想趁我们新政刚立，国力未稳，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去吧。如今大庸粮仓充沛，新式冬衣和药材已全线备齐。这一次，你不是孤军奋战，我要你将他们彻底打退，换大庸100年太平。等我凯旋。报！顾元帅大破敌军左翼，斩首3万。报！镇北军强渡弱水，直捣敌国都城。敌国皇帝递交降书，愿岁岁称臣，纳贡100年，大鄂万盛。好，好，好！燕慈不负朕望，但论首功，当属户部特别总理沈清燕。若无你推行的新政、充足的粮草与精良的军械，这仗绝赢不了。沈夫人，若不是您的种子和新政，咱们老百姓哪有现在的活路啊？您是咱们的活菩萨。这是大家辛勤劳作的成果。大庸的太平是前线将士用血换来的，大庸的富足是每一位百姓用双手种出来的。山河无恙，我回来了。欢迎回家。沈清言听风，请以一介女子之身，平内乱，兴农商，安天下，立下不世之功。朕今日破例，封沈清言为镇国定鼎侯，世袭罔替，入朝不屈，见履上殿。臣叩谢天恩，定当鞠躬尽瘁，保大庸长治久安。顾元帅，天下已平，你昔日在大殿上求的恩典，朕今日便成全你。
阿言，你看这天下，有你的心血，也有我的刀剑，我们做到了。是啊，没有饥荒，没有战火，百姓安居乐业。燕慈，这就是我们要守护的盛世。未来的生生世世，我都会陪你一起看着盛世繁华。